2007年，一部小成本电影看哭了无数国人。全片由一群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当地村民出演，他们用最质朴的真情实感打动着我们。6000万网友纷纷落泪，说这就是他们真实的童年。故事发生在江西的一个偏远山村，村里的年轻人为了生计都南下打工，家里只剩下年迈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，孩子们一个个成了留守儿童。为了让这些孩子接受到正规的学前教育，小学老师易明堂决定在家里办一所幼儿园，让没有工作的妻子担任园长，每个月的学费60元，车接车送，还管中午的一顿饭。可村民却冷嘲热讽，说他是为了赚钱。你退休什么用？我亚老师退的书的，你看师范毕业，而且一个月拿到1000多块钱，带到我这办幼儿园学适应这个钱。易老师听了他的话，并没有反驳，他知道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就行。村民们得知易老师办了幼儿园，纷纷带着孩子前来报名。最终幼儿园收了15名学生。晚上算账的时候，妻子发现钱对不上，原本900块的学费却只有530块钱。易老师说乡亲们生活都很困难，所以这里面的学费有些是赊账的，有些是只交半个月的。妻子抱怨这样可不行，这些钱肯定不够幼儿园1个月的运转。可易老师却十分乐观，他让妻子把目光放得长远一点，只要孩子们在幼儿园吃好喝好，把他们教育好了，就是最好的广告，到时候便会有更多的孩子慕名而来。妻子嘴上虽然抱怨，但转眼就买来一大块肉给孩子们做午饭。结果因为饭菜做得太好吃，孩子们都嚷嚷着说没吃饱，无奈妻子只好去大哥家借饭。晚上妻子一算账又不乐意了，照这样下去光吃饭他们都要负担不起。易老师则劝妻子再坚持，他有信心把幼儿园越办越好。易老师把拉货的铁皮车刷上黄油漆，简单制作了一辆校车，可接送孩子始终没有合适的人选，一个月100的工资没人愿意干。没办法，易老师只好找到村里的树哥。树哥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份工作，他不在乎钱多钱少，而是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树哥每天都会准时来学校报道，他拉着校车在村子里转一圈，每次都能准时把孩子们送到幼儿园。易老师没课的时候也会帮忙照看孩子，他会带着孩子们到竹林里踏青，给他们讲故事，陪他们做游戏，孩子们脸上也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，他们似乎体会到了亲人的陪伴。这天，易老师在路上碰到好友和女儿吵架。原来初中刚毕业的女儿想要外出打工，可父亲担心她年纪小出去会有危险。易老师得知后便让李想来教孩子们读书识字。起初李想还一直惦记着外出打工赚钱，参加超级女声，完成自己当歌手的梦想。可接下来的一幕却改变了他的想法。他们遇到了易老师曾经的一名学生，对方也是初中毕业就去南方打工，这次回来还带了一个外地的女朋友。女孩今年刚满19岁，本该上学的年纪却大着肚子。李想看着眼前的女孩，仿佛看到了未来的自己。如果她现在也外出打工，那早恋结婚生子会不会也是自己的结局？此后李想便决定好好待在幼儿园。课堂上他认真教孩子们唱歌，坨坨盯着同桌的牛肉干直流口水。可还没等他下手，一条大黄狗突然出现。等同桌回来发现自己的牛肉干不见了，于是认为是被坨坨偷吃了。他跑去找老师告状，李想不由分说对坨坨就是一顿责备，说他不该偷吃别人的东西。坨坨解释说是被狗吃掉了，可李想却认为他在撒谎，还说他就是那只好吃的狗。坨坨生气的用书去打老师，李想这下更生气了。可李想不知道的是，坨坨父母常年在外打工，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来。他从小就被寄养在小叔家里，可每次小叔相亲的时候，坨坨都会调皮的喊他爸爸，这也让女方误以为小叔结过婚，导致小叔几次相亲都没能成功。他把恶气全都撒在坨坨身上。当得知易老师在家里办了幼儿园，小叔第一个报名，把坨坨送了过去。面对老师的误解，坨坨不知怎么辩解。李想的话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妈妈。吃饭的时候，李想发现坨坨不见了，他急忙放下碗筷出门寻找。路过的村民说看到一个小孩朝鱼塘去了，可当他们来到鱼塘，并未看到坨坨。得知此事的易老师急忙从学校赶了回来。这时村民们已经开始在水里打捞，易老师责怪妻子怎么连个孩子都看不住，随即他便也加入寻找的队伍。可大家忙活了半天却一无所获。这时一个村民慌张地跑了过来，说有人在河里看到一个小孩。易老师急忙带人跑了过去，捞起来一看，原来是一团水草。距离坨坨失踪的时间越来越久，就在大家都以为凶多吉少的时候，易老师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他骑着自行车朝村口赶去。贝贝，易老师丢掉自行车冲了过去，他一把将坨坨抱在怀里。原来这里是坨坨每次和父母分别的地方，坨坨想念爸爸妈妈的时候就会来到大树下。易老师用自行车推着坨坨往回走，坨坨唱起了在幼儿园新学的儿歌。易老师并没有责怪坨坨，他回到家对着妻子一顿数落，责怪他没有照看好孩子。这让一旁的李想十分自责。晚上他找到易老师，说白天都是因为自己冤枉了坨坨，才导致他出走，差点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。易老师得知真相，并没有责怪他，他让李想以后注意，就是
李想深知自己现在不够资格成为一名老师，他想重新回到学校复读，去参加师范考试，成为一名像易老师一样合格的好老师。他拿出一袋零食让易老师送给坨坨。易老师听后十分欣慰，他塞给李想200块钱，让他买些书和学习用品，并叮嘱他一定要努力读书。这天，秀秀在外打工的妈妈回来了，夫妻俩来到幼儿园，想把秀秀接走。可许久未见妈妈的秀秀却显得十分陌生。妈妈想要抱起秀秀，可秀秀却奋力挣脱，逃进了爸爸的怀里。随后，妈妈拿出新玩具递给女儿，可秀秀始终不愿喊她一声妈妈。妈妈脸上透露着心酸和无奈。几天后，妈妈再次找到易老师，她说自己又要走了，拜托易老师把这些好吃的交给秀秀。易老师说秀秀已经好几天没来上课了，还问她不是刚回来怎么又要走。在易老师的追问下，女人说出了实情。原来3年前丈夫欠下一大笔外债，为了帮他还债，自己不得已外出打工。如今债务还清，家里还盖了新房，本以为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，谁知丈夫却跟别的女人好上了。白天他们刚刚办理了离婚，因为女儿和自己不亲，判给了丈夫。如今他想见女儿一面都难。女人的遭遇让易老师十分同情。隔天，女人再次踏上南下的大巴。这时，易老师骑车带着秀秀赶了过来，让母女俩见最后一面。妈妈亲吻着秀秀和她告别，她多希望能听到女儿喊一声妈妈，可当大巴车离开时也没能听到。妈妈走了，宝宝。戴老师，现在就拜托你了。好，你放心了。妈妈把头伸出窗外和女儿再见，易老师则带着秀秀在后面跟着，看着大巴车渐行渐远。易老师低头对秀秀说道：“秀秀，要记得联系你妈妈嘞。”回到家又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，原来是易老师家里不具备办学的条件，按照规定幼儿园必须要关闭。随后易老师把孩子们召集在一起，最后一次他决定亲自把孩子们送回家，他把剩下的学费退给了家长。孩子们都依依不舍地和易老师告别。当来到秀秀家时，却发现家里没人。邻居大婶说秀秀的爸爸和新婚妻子外出打工了，临走时把秀秀交给他们照顾，他准备过几天去给秀秀办个全托。可当得知幼儿园停办后，大婶便开始抱怨起来，说自己平时没时间照顾秀秀。这时邻居大叔回来了，他不顾妻子的抱怨，让易老师把秀秀留下。可易老师还没走远，就听到夫妻俩因为秀秀争吵起来。有คน以前我俾你個聽下必負責你，把他甚至往屋一丟，有本事殺，冇本事用。秀秀胆怯地站在原地，手足无措。最后一个送回家的是坨坨。当看到家里只有一个双目失明的奶奶时，易老师实在于心不忍让这祖孙俩生活，于是他把坨坨又抱上了车，决定帮忙带回家里照顾。回去时发现秀秀独自坐在门口，易老师停下了车，拜拜。秀秀回来。就这样，秀秀也被易老师带了回去。秀秀在车上问爸爸去哪了，易老师说去南方打工了。秀秀又问南方在哪里，易老师再次把车停下，他们一起来到村里最高的山坡。易老师指了指说那里就是南方，翻过几座大山就能看到爸爸妈妈。爸爸妈妈求求来你打工了。可能打工了。咋的？餐天的。真的的。你们好差個嘅，咪幸福啲嘅，容易吐屎嘅。秀秀再次问爸爸媽媽什麼時候回來。過年啦。年。過年就會回來嘅。過年就會回來。我爸爸是怎麼回來？你爸爸也是過年回來嘅。啊。這是一部導演根據身邊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，它聚焦了留守兒童的問題，反映出當時農村教育和生活的狀況。千萬網友跟他們有着相似的童年。片中易老師的行為令人欽佩，正是有他們這樣一群善良的人，代替父母給了孩子們溫馨的陪伴。願每個父母都能陪在孩子身邊，願每個孩子的童年都不再留有遺憾。